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没条件，没得选。我爸在家里，我爸吹唢呐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。有人难说唢呐不挺好，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。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，因为这个工作呀，它太不稳定了。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，别人活多了，我爸就活少了。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认识我吗？认识，确实。这半年减了60多斤，变化比较大啊。对，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，他说你好像是南瓜，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。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。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，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，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。减肥减得太狠了，肺活量都减小了，唢呐都吹不响了。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，我去学习爵士舞了。这就是魏舞。而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。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。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，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，学起来就很羞耻。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，我都找了个私教了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？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，老师做什么我在旁边做什么，只要有人过来我就不做了。我就看着老师做，我在旁边手拍子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。老师他就鼓励我，他说我们跳舞呀，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。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，有天赋，是不是偷偷练过？老师不知道我之前送外卖，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。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。真的，现在体验了一下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没条件，没得选。我爸在家里，我爸吹唢呐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。有人难说唢呐不挺好，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。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，因为这个工作呀，它太不稳定了。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，别人活多了，我爸就活少了。但是活多的时候，一个活连着一个活，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。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，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。这个感受了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真的小时候，你别说才艺了，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。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，一下子就迷上了，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。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，我跑得快，跑过去传给老三，老三一上篮，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。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。后来长大了，我在送外卖，大哥在卖烧烤，老三当了保安。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，我骑电瓶车送过去，老三门一开，还是一条龙。我们没能相聚在 CBA，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。到了社会上，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。但那2年很开心，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，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，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。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。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特别的火的，当时很多人都在跳。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，慢慢追我的梦。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，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，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。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，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。你好，能给个好评吗？他说在哪里给？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？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，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。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。热奈他们出道那天，这非常开心。我坐在电动车上说终于成团了。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？我说9个人，他9个人，那你送得过来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，他们甚至还嘲讽我。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？有啥意义吗？你也去报名，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。我说算了吧，咱别斗了，我能去爱奇艺，我去爱奇艺搞笑嘛。
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。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，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，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导演还给我们说，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，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。我当时说这不好吧？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？咱就别丢人了。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， 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。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，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，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，已经跳不起来了。我真的很紧张。第二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，当时小北在我前面。跳得不错，那我就跟着他跳，结果第二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。我真的很尴尬，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，没有把握住。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，我讲段子的时候，虞书欣给我投票了。他说：“南瓜老师加油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？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，又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去报了舞蹈班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就问那个老师：“我老师，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，怎么练都不太对劲。”老师说：“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。啊，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，你往两边迈开2步，大胆一点。”我就跟着老师往两边迈开2步，跟老师一跳，一下子就对了。我真的好开心呀！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，我用了2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谢谢南瓜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南瓜，谢谢。这哎呦，我看你都不太适应，我还没习惯呢。这段也是真情实感啊，这是。你是当年真的是就是喜欢虞书欣，然后给他投票吗？对，我是当时那个听你都在看的，就感觉就是作为一个观众吧，我还是挺喜欢看的。他去年来的时候，你有跟他讲这件事情吗？我去年就是淘汰了，没好意思说。我觉得他今天看到这段节目的时候，他也会觉得很感动的，就是他激励过你，并且你也曾经支持过他。对，我觉得当时有很多这种节目，其实它真的能像很多人那种很有代入感，能是很多人的代偿那种感觉。所以南瓜，你是哪一个瞬间决定要去学跳舞的？因为我本来把这个事都忘了，我觉得跳舞这个事情咱就过去了。结果去年就真的是导演他说，咱们明天跳个舞，我当时就愣了一下。但是我回去再尝试的时候，发现完全已经离得太遥远了。然后去年节目结束之后，我就觉得，是要不要再尝试一下？那你现在的水平是？就还是小学生吧。那确实，我觉得就是去年在这个舞台上13个人在跳 Yes OK。别哭了，你需要音乐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很多人觉得 Yes OK 这首歌它跳起来很好看，那个舞蹈动作很好看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首歌它的歌词更能打动人。就是我给大家来2下。好嘞。Music。用最好的模样，去最美的地方，要住进你的心里呀。你把一起想唱。最后一句话是多远都可以去追啊！我觉得这个歌词真的很动人。我觉得确实，就其实跟刚才庞老师就选择去说脱口秀的意思一样嘛。对，就是这个舞台其实是开放给所有人的，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个舞台上汲取到了一些力量，然后也试图能够传递一些自己的力量给别人。所以南瓜这个特别好，尤其这个今年对自己下这么大狠心，我们演员有的时候其实就怕是这个形象会比较雷同，会重复，啊，你这一年这真的去年白火了，今年你看就是跟去年不是一人儿，现在角色白出来了今年。因为我从一个圈子到另外一个圈子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人就应该往前走，然后你想过什么生活就去追求吧。我觉得。这就是大老王说的重启人生吧。我觉得特温暖，不煽情了，但是他就活生生的，
啊，就是他从最开始自己看到了一个东西，然后建立了一个梦想，然后为这件事付出巨大的代价。你能想象他去跳舞和减60斤要付出的是什么？但是他内心那个心气儿在，所以就特别温暖，好棒。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不是硬要跟你产生连结，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追求一个东西，但是我会给自己很多借口，比如说我会觉得啊，我老了，我不能做这个了，或是你那时候觉得我这么大只，我可以跳这样子的舞吗？其实我觉得最后就是都可以的，我们只要没有借口，不要局限自己，你永远就是可以做到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我非常喜欢咱们古代有一句诗人刘禹锡的话，他说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所以恭喜你已经成为了你想要成为的自己。我觉得还要努力的更多，就是要更多一些吧。南瓜，咱们开心起来！你现在又帅又会跳舞了，咱们应该开心起来，对吗，兄弟？开始！确实，从开始去追逐的那一刻，就已经过上你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了。对 ，Pumpkin。是的 ，Pumpkin。别叫南瓜了，叫男团吧，以后啊。我们把阿水也请回舞台中央吧。这一场也是这一赛段的最后一场比拼了，两位都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，那最终的结果如何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南瓜174票，直接晋级，请前往晋级区。我给水哥说个话吧，其实挺感触的，因为去年就是见世面。我去年你看我讲了脱口秀之后，真的是发生很大变化。我都去年去新加坡了，都出国了，然后是水哥招待的我。他当时就说他想今年上，结果今年真在舞台上见到了，挺有感触的。你又给他送走了，他线下是特别好的演员，对吧？现在你在他脑海里就仨字儿。哎，阿水，根据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，那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？大家有机会如果去新加坡玩的话，新加坡也有一个中文俱乐部叫侃侃喜剧，大家可以过来看我们的演出。会有人问，在海外做中文脱口秀是不是很难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就是因为有中文脱口秀，所以我们很开心，然后能跟你们相聚。谢谢大家。谢谢阿水远道而来，希望你也能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，再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。无论是回国玩还是回国休息，我相信各个城市也都有脱口秀俱乐部，有脱口秀开放麦，有脱口秀的演出，有机会就多来玩。让我们掌声有请生活在新加坡的东北朋友阿水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水，我是新加坡的演员，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，好不好？东北的 globalization。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，越来越多。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，而且最好辨认，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。尖椒干豆腐，小鸡炖蘑菇，铁锅炖大鹅，呀，所见即所得啊！你们听到东北菜名，你可能不喜欢吃，但你至少会做了。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？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？这考你们南方菜。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？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查过，乱炖。我在东北长大，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。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的菜名是靠猜的。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，沙爹，先不吃，听着没大没小。煲仔饭，
听着没小的，跟杀爹是套餐，听着像。椰浆饭、娘惹菜，爷爷不泡茶，外婆家的菜，你不知道吃什么，但实在亲戚越来越多。而且不光这个菜名，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，你就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，把湖南菜叫湘菜，是吧？上海菜叫本帮菜馆，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。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，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，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，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，说是乡村爱情，乡村爱情，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？听着这，为啥这么直白呢？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，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，所以选择直白，不会修饰，你懂吗？我每次回到我东北老家，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，我不吃都不行，每天早上都是，儿子醒不醒呢？儿子醒不醒呢？我说我没醒，醒了呀。你饿不饿？你吃点东西，妈给你整点吃的。你饿不饿？你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不饿？我说还行，饿了呀。你吃点这个，妈给你整。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，你吃你尝尝，你尝尝。我就只能吃，我但凡觉得好吃，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。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，我觉得没用，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！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，你这个你尝尝，你尝嘛，你尝尝。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，好东西不用硬夸，你只要尝过用过，你就知道它好。就像滴滴一样，你打开滴滴出行，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，想咋滴就咋滴。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？回去用呢。哎，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，他不光吃的，他有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，他也是很直给的。不像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，是吧？单身的地狱，结完婚的惦记离，要离赶紧离，一离十好几集，磨叽。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，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，那大妈说：“那你各方还行啊？”那大爷说：“我都行啊，是吧？”哎，这好综艺，大家回去看看啊，东北看看。哎，关于爱情，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《谁是我的新郎》，这也太松弛了吧！都已经唠到新郎了，不知道谁是新郎。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，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，对面站5个小北，你觉得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？就是这种松弛。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。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，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，我那印度朋友说，我们印度有首歌叫《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》。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，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，就都能一起唱。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，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。你听听呢，听听。谁是我的新郎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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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嘿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！那苦里猴呀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几米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，嫁！哎嗨嗨，快来到我的身旁！咚，大，好。就用这种大家祝大家婚姻幸福，爱情甜蜜，常来东北。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谢谢阿水的表演，喜欢阿水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阿水。大林，刚刚那段歌曲有打动你吗？又让我想起张鹤伦来了。张鹤伦那会儿不就老在台上唱这个吗？
啊，还跟人一块儿跳呢。说不出来又老又新的一段曲艺表演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演这个就平时，比如说你肯定演了很多遍了，自己有需要过一关吗？还是第一遍就很自在？哪一关啊？羞耻，羞耻。山海关。会觉得我这歌我唱这歌干啥呢？但是这个歌包括那个印度歌，其实在新加坡有很多的印度朋友，然后跟印度朋友也聊过，然后那个歌相信大家都听过，叫《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》啊。那歌其实原名我跟他唱，听完他说其实原名不叫那个，其实一个非常欢快的爱情歌曲，那个歌叫就是睁眼闭眼都是你。这歌的原名叫对，挺好的。您这个，我觉得就是挺工整的，是一个就是合格的一场表演。我是给在最后唱歌呢，但是我其实觉得前半程比后半程要更好一点。你那个重复，吃点的，吃点的，看见的，看点的，吃听点的，就那个重复我是特别喜欢的。就那个既有表演，然后又有这种重复的力量，挺好的。本身这个表演的这个劲头就是挺难拿捏的，真是。我挺喜欢的，就是按天真说的，就是如果分前后半截的话，他前半截是观察嘛，就显得就是特别有智慧，啊，就能看到大家平常看不到那些东西。后半截它比较渲染，然后呢也明显是照顾我们已经后半夜的这个精神状态，所以我觉得很体贴，挺好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秀，然后会很有东北话，还有感染力哦，你就会觉得忍不住听进去，然后也要跟着那个看笑吧，笑。饿了吧？饿了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东北话怎么讲啊？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哎呦，确实辛苦了，也是阿水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，请先回到对战。